好，我是爱种菜的西小厨。蚕豆苗营养价值高，富含铁、钙、锌、磷脂、胆石碱、维生素 C 等营养，对于大脑和神经组织非常有益处，还可以帮助增强记忆力，非常适合学生、老人以及脑力工作者食用，是餐桌上的高级食材。这么好的食材呢，其实在家里非常简单的就能种，10几天就能开始采收，并且可以持续采收很多次，基本上每10天就能收一茬。今天呢，我不但会分享用水培和土培2种方式来种植蚕豆苗，还会总结2种方式的优缺点，看看哪种方式更好。喜欢家庭种植的朋友，不妨点击一下订阅按钮，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为您带来的田园生活的小美好。开始之前呢，还是要先交代一下今天的种植所需的季节和生长条件。蚕豆苗1年4季都可以种，种子发芽的最佳温度是16摄氏度左右。出苗后的生长温度范围呢比较宽，在16到27摄氏度都可以长得很好。所需的光照呢也是一些散射光就足够了，所以适合室内的窗台上种植。介绍完了种植条件呢，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浸泡豆子。这一次我用的不是专业的种子，而是在杂粮店买的蚕豆干豆子，可以吃的那种。这样的干豆子虽然出苗率没有专业的种子高，但也可以达到了80%左右。主要的优点就是成本很低，几块钱就可以买1公斤，所以非常适合需求种子量很高的芽苗菜的使用。在浸泡豆子之前需要挑拣一下，这种有破损的就不要拿来泡了，基本上是不会发芽的。我们种植需要完好无损的种子。筛选种子这一步通常仅限于从杂粮店买来的食用豆子，如果是从种子店买的专业蚕豆种子是不需要筛选的。筛选好种子就可以浸泡了。浸泡的方法分2步。第一步，先用将近6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泡10分钟，这个温度可以激活种子，让种子更快速的发芽。浸泡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这样水温会自然冷却到30几度。然后把温水倒掉。第二步，倒入凉水浸泡。这一步呢，需要将种子浸泡到完全饱胀，没有干瘪、没有皱纹的状态。蚕豆的种子萌发需要吸收的水分，相当于种子本身重量的120%左右。用这样的干豆子，种皮比较厚，又坚硬，所以浸泡的时间需要30到48小时。在此期间，水会很快的浑浊，所以每天至少要换2次水。这是过了大约40个小时的样子。豆粒很饱满，可以开始播种了。这些豆子我们要用水培和土培2种方法来种植，最后可以对比一下。先用水培法来种。水培法需要一个这样的2层的容器，上面是筛网，下面是托盆。在筛网这一层直接摆上泡好的蚕豆，豆子要铺得均匀，不要重叠。由于蚕豆颗粒比较大，所以我这个容器显得有些小了，大家如果有更大的容器是更好的。蚕豆铺好以后，盖上1层厨房纸巾，再用喷壶喷一遍，把纸巾喷湿透，使种子保持湿润的状态。然后把这盘种子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等待种子发芽。种完了水培，还剩下很多豆子，剩下的这些蚕豆我们来用土培法种植。土培蚕豆苗，我用一个底部带孔的泥花盆，孔上放上一片丝瓜络，以防止细腻的土壤从孔中漏出，然后就可以放上营养育苗土了。这种育苗土里面添加的营养成分足够蚕豆苗采收好几茬的，省去了追肥的麻烦。当然，蚕豆种子本身很大，
不用营养育苗土也可以，使用沙土啊、椰糠啊、蛭石啊也能够生长，而且在采收1到2茬的时候也不需要追肥，但是在采收第3茬的时候就要追一些有机肥了，不然营养成分供不上，那么苗就会越来越弱了。在播种之前要将土壤浇透水，然后把泡好的蚕豆均匀地摆上去，摆得越均匀，长得越好看，苗长得也壮。注意种子之间要有一点间距的，因为蚕豆的根和苗都比其他豆子稍微大一些。摆成这样已经足够完美了。我觉得种植芽苗菜不光是为了吃，很多时候也可以拿它当做盆景，非常漂亮，所以摆得好看，长得就好看。接下来我们在上面覆盖上一层土，土的厚度要盖住所有的豆子。最后用喷壶喷上一层水，保持土壤湿润。然后同样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等待发芽。为了对比水培和土培2种方法，接下来我将会把这2盆在不同阶段的长势一起展示给大家看。在等待发芽期间，要经常给它们喷水，保持土壤和纸巾的湿润。一般纸巾每天喷2到3次水，而土壤每天喷1次就够了。过了2天，可以看到水培的盘里蚕豆已经开始出芽了。将湿纸巾盖回去，继续喷水保湿。此时花盆里的由于埋在土里，还看不到任何迹象，也给它喷喷水，继续保湿。第6天，水培盘里已经开始发出向上的浅绿色的小苗。再看看底部，已经有根部从网口向下生长。当有根部长出时，就要在底部托盘里加上水，供应根部吸收水分。开始出苗了，就不必盖湿纸巾了。但是这时仍然要保持豆子湿润，每天还是要喷2到3次水。这时就可以把育苗容器放到窗台有伞射光的地方了。与此同时，看看土培的情况，也已经看到开始有小芽苗从土里冒出来了。目前为止，土培和水培的生长进度感觉是一样的。第12天，水培盘里的苗最高的已经有大概12-13厘米了，但出苗有点不齐。同一天，土培盆里的苗最高的也有10几厘米了。由于我用的土培盆比水培盆大，土培盆里放的种子相对多一些，所以土培的盆里看起来长势更旺盛一些。2个盆中的最高的和最矮的高度差不多，但是土培盆里长得最快的叶子已经开始打开了，而水培盆里的还没有。对比一下同一天的2盆，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种了很多的话，就可以开始采收了。这种叶子还没有打开时的幼苗是非常嫩的，但是我这次种的太少了，不够吃一顿的，而且我比较喜欢吃叶子，所以我还要再等等。又过了4天，已经是第16天了，长势的差别开始变得明显了。水培里的长得比较慢，有大约一半还处于比较矮的状态，甚至有一小部分种子还没有出苗。土培盆里的有一大半都长得很高，最高的那几棵已经高度接近20厘米了。
再来看看这时的根系发育情况。根系发育不错，比较白。由于我每天都换水，所以没有烂根的状态。16天的豌豆苗长得这么高，如果再不采摘，比较高的那几棵就要倒伏了。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第一次采收吧。和上一集采收豌豆苗一样，要留下至少1节的芽点。在这个节点处，过几天就会继续发出新的嫩苗了。这是第一批收的蚕豆苗。由于这次种的太少了，只够炒1小盘的蒜蓉豆苗，所以建议大家种豆苗要多种几盆，时间穿插开来种，这样就能经常吃到豆苗了。种植豆苗可不只是只能采收1茬，现在大家看到的还是刚才那2盆，此时是距第一次采收的10天以后。新的幼苗又长出来很长了，我准备现在采收第2次。这第2次采收的，事实上我摘的是第一次采收时还很小、没有长大的那些，而第一次被采收过后新长出的那些嫩芽，我要等到第3次采收。又过了10天，可以采收第3次了。近距离仔细看，就能看出来，这些都是第一次采收时在留下的那个节点处分支长出来的。又能吃一顿了。采收时依旧是每颗留1个芽点，然后再过10天，又能继续收割了。只要按照这个方法，我们就能种1次，吃 N 次。通过对比水培和土培2种方法种植蚕豆苗，你喜欢哪种方法呢？在我看来我更喜欢土培法种植蚕豆苗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土培种植比较省事，整个种植过程都只需要浇水，并且除了刚播种时每天喷1次水，到出苗之后就是3天左右浇1次水就可以了。而水培呢，从一开始就要每天喷水2-3次，到后来长根之后，每天还要给托盘里换水，不经常换水呢，就很容易烂根。第2个原因，土培由于有固体介质，根部呢就会更牢固，出苗呢就比水培更整齐一些。加上我放了营养土，营养更充分，豆苗长得就更快更壮一些。第3呢，土培更美观。如果你不但想吃，还想当一个室内盆栽的话，土培法可以使用好看的花盆、瓷盆等，可以起到装点房间的作用，这比水培的塑料洗菜盆或者是育苗盆好看不少。当然，水培也有优点，我觉得水培最大的优点就是不需要土，节省了买育苗土的钱，并且看起来更干净。对于平时不善于种花种草的朋友，家里没有土，那么仅用水就能种植的水培法，材料更简单，更容易获取。以上呢都是我的个人意见，有不同看法和经历的朋友呢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和大家分享你的意见呢。好啦，今天的蚕豆苗的种植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和习小厨一起创造自然美妙的田园生活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